混沌不计年，在这里，所有的修行者都拥有近乎无尽的寿元，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整个混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唯一永恒不变的东西便是一个传说，一个流传于混沌的古老传说，一只猴子的传说。混沌苍穹，一座古老的神庙之中，一只披着古朴道袍的猴子坐在地上，仰望着混沌星空。他正是混沌中古老传说中的混沌魔元先祖孙悟空。此时，距离他与祭祀之神、祭祀之灵同归于尽，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悟空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境界，而他昔日的故友哪吒、杨戬以及东皇太一转世之身的东华帝君吕洞宾，都先后被他接引到了混沌苍穹。随着修为的提升，整个混沌对于悟空而言已经没有了什么秘密，他一念便可知晓混沌的所有奥秘。除了那个地方，那是混沌中最神秘的地方，是混沌的起点，也是混沌的终点。在那个地方漂浮着3道古朴的石门，石门的力量连接着整个混沌，混沌中一切的力量都源自那3道石门。神、灵、仙，这3道石门是整个混沌的能量之源，它们滋养着整个混沌，造化众生。悟空，你想好了吗？傻子，我们已经站在了混沌之巅，唯一困惑我们的便只有那3道石门了。我想要知道那石门后面究竟有着什么秘密。混沌之巅吗？或许你的确站在了混沌之巅，至于我，悟空，想去便去吧，混沌由我们来替你守护。如此，混沌就有劳你们了。悟空，你放心好了，有我们在，混沌不会有问题的。那俺老孙去了。你来了，孙悟空，这已经是你第3次来到这里了。孙悟空，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来吧，解开这亘古的契约，前往你应该前往的世界吧。你们想做什么？俺老孙很清楚。你们想等我走后重新掌控混沌，因为只要有我在，你们便永远无法像曾经那样奴役众生。师妹，你明明已经拥有了超脱这个世界的力量，若是一直留在这个世界，早晚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因为你而彻底。你们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在你们背后又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哈哈哈，孙悟空，你想要的答案，我们回答不了你。但是你可以自己去寻找，去寻找彼岸的秘密，在那里有你想要知道的一切。他们通向何处？星光彼岸。俺老孙知道你们的心思，你们以为俺老孙走了，你们就能有机会像昔日一样奴役混沌生灵了吗？哼！该死，我积攒了这么久的力量。哼！等7个混沌纪元后，我自会归来。俺老孙为先祖，自然应该走仙的古径。悟空，我们一定会守护好这个混沌，等你归来。保重。难道这条路没有尽头吗？回头的路没了，看来这条古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有意思。变老，
宇宙广袤无垠，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不知何时出现，也不知何时会寂灭。即便是宇宙中诞生的最强生命，也不知道宇宙是否有终点。爹爹，快看，这里躺着一只猴子。这只猴子是10年前村中猎户父子在外捡到，带回村里的。因为这猴子通人性，所以被村长视为瑞兽，留在了村子里。这一留就是10年。昔日捡到猴子的那个小孩，如今已经成为了村中最杰出的猎人，而他的父亲则在老村长死后成为了新的村长。这个世界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我现在除了这具祖镜的肉身外，与凡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而我的祖镜真身也不知道究竟经历了什么，居然布满了道伤。猴子，这一次打猎，我差一点就猎杀到一头马鹿，可惜最后还是被他逃了。聒噪的小孩，你会说话？小孩儿，你可愿意拜我为师？什么？拜师？你慢慢考虑吧，想好了，晚上来这里找我。徒儿白石拜见师傅。好，白石，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孙悟空的徒弟了。孙悟空，原来师傅你有名字啊！果然，仙道功法是有用的，只是这个世界似乎在排斥我，所以我无法吸收这个世界的任何力量，甚至于整个世界的法则都在镇压我。只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太弱了，它只能镇压我，让我无法吸取这个世界的能量，却没有办法直接抹杀我。不过这个世界没有仙道本源，仙道功法最高也就是能够修炼到神仙境界了。而俺老孙如今没办法感悟这个世界的本源，也没有办法修改功法。师傅，好奇怪的感觉，我感觉我的身体暖洋洋的，好舒服。这只是开始，白石，想要修炼有成，便必须每日坚持不懈。总有一天，你将会拥有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我打败獠牙虎吗？从明天起，你每天晚上来这里找我，一直修炼到太阳升起。难道说是因为师傅教我的东西没有办法打败獠牙虎，所以师傅才生气了？必须要尽快找到修复道体的办法。师傅，我可以飞了！哈哈，我居然真的能够飞起来！下来吧，别在那儿丢人了。师傅，我感觉现在的我一拳就可以打死一头蛮牛。白石，你继续挥拳。
不对，感觉不对，你找找刚刚的那种感觉。刚刚的感觉。仙缘改变了你的体质，让你逐渐掌握了你们十族的种族天赋。白石，你尝试控制这些石刺，让它们变成你的武器。这个世界的能量极其浓郁，比之悟空原本所在的混沌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得到悟空传授的仙道功法后，白石的修为与日俱增。不到2个月，原本被白石当作最强猛兽的獠牙虎便倒在了白石的拳头下。白石击杀了獠牙虎，一举成为了石鹿村最强大的猎人。不仅是石鹿村，就连周边的几个村子都听说了白石的勇名。看着日渐强壮的白石，孙悟空的脸上也露出了满意之色。尽管白石的天赋无法和自己其他2名弟子相比，但论勤奋却也不在李清照孤战之下了。白石，你的实力已经不适合继续待在这座小山村里了，你应该走出大山，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师傅，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们也和徒儿一样能够修炼吗？你只是初入修炼者的行列，这个世界上像你这样的修行者数不胜数。师傅，那你呢？像你这样的修行者多吗？不过，若是这个世界真有强过我的存在，想必此时他应该已经察觉到我的存在了。看样子，即便是在外面的世界，师傅应该也非常强大。接下来的日子，白石将石鹿村附近能够威胁到村子的猛兽全部暴揍了一遍。小家伙，怎么舍不得离开家？师傅，我有些担心，我走了以后，村里的人会不会遇到危险？父亲会不会想我？母亲会不会担心我？孩子，努力修行吧，只要你修炼到凝聚元神，为师便传授你炼丹之术，到时候你便可为你父母炼制延年益寿的丹药，让他们也能跟你一样享受长生。延年益寿？师傅，修炼真的可以像你说的那样与天同寿吗？天有寿，只要你努力修炼，你甚至可以拥有比天更长的寿命。不过你现在还不能好高骛远，当务之急是在你父母100岁之前凝聚元神。真是奇怪，这个世界的能量如此充沛，这些野兽为何无法修成精怪？师傅，你是说山间的野兽也能修炼？白石对于师傅的说法显然异常惊讶，不过话一出口，他就看到了自家师傅的模样，忍不住低下了头。万物皆可修行，你们十族天生道体，在修行上算是强于这些野兽，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道体才能修行。这些山间野兽若是福缘深厚，一旦开启灵智，修行的速度虽然比不得拥有道体的你们，但他们的寿命却是你们的好几倍。对于师傅的话，白石自然不敢质疑，毕竟在他的心里，师傅几乎无所不通，他的话就是真理。转眼间，师徒2人又行了10数天，终于他们看到了一座土城，这也是悟空来到这个世界后见到的第一个大型建筑。师傅，这就是传说中我们十族首领居住的石头城，真是雄伟啊！十族首领，看样子你们十族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属实不高啊。难道这个世界上能够有比石城更伟大的建筑吗？真正的强者，要么住于9天之上，要么居于9幽之下。即便居住于大地上，那也必须得是洞天福地。9天之上，9幽之下，这……算了，这些距离你还很遥远。等日后你的修为提升到了一定境界，便会明白真正的强者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止步！十族圣地，不得擅入！小家伙，这里是我十族圣地，你是哪个村的？怎敢带着一只猴子靠近？他不是猴子，他是我师傅。师傅，哈哈哈！这小子居然称一只猴子为师傅，哈哈哈哈！真有意思。这是哪个村的低等十族？居然是个傻子，认猴子为师傅，难道是跟猴子学习斋堂吗？听着众人的嘲笑，白石的脸上变得有些苍白，他担心地看了一眼师傅，担心师傅会因此生气。白石，是师傅。
你们立刻向我师父道歉。让我们向一只猴子道歉？不可能！你别以为你力气大就了不起，这里可是石头城。说话间，十足男子的身上突然涌出一层石质铠甲，这是上等十足与生俱来的能力。石铠看着身上长出石铠的十足男子，悟空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他发现原本没有修为的十足男子，在石铠附身的那一刻，体内居然涌出了一丝微弱的能量波动。难道说这便是这个世界的修炼之法吗？拿下这个小子！看拳！好厉害！怎么可能？终究还是凡人，他们体内的力量似乎源自于城中的某个地方。小子，你厉害，那我就杀了这猴子，受死！果然如我所料，师父果然厉害。师父，我们要不要先撤？不用，正好看一看你们这所谓的圣地究竟有什么实力。还不参拜我王？白石，你记住，入我门下，这方世界的任何人都不配让你跪拜。孩子，你上前来。师父，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不过我提醒你，若是想算计俺老孙的弟子，那代价可不是你区区十足能够承受得了的。一只会说话的猴子也敢在本王面前造次，实话。就这？怎么可能？请大人饶恕十足冒犯之罪。起来吧，我师徒本不想招惹你们，是你们非要动手。不过你们既然已经服软，我师徒自不会继续追究。多谢两位大人。俺老孙问你，你手中这根权杖是从哪里得到的？这样的大人物怎么可能会看上这小小权杖呢？食神妙语，原来如此。这里应该是一个战场遗迹，通过气息判断，这应该是两个神将在这里战斗过。始祖在很久之前竟也是人族，只是因为受到战场中气息的影响，身体逐渐出现各种石化的现象，之后便开始以十族自称。食神权杖是曾经人族国王在探索废墟时得到的宝物，靠着这个宝物，十族才拥有了占据这方寸之地的力量。看来果然如我所料，我应该并没有进入那三个家伙口中的星空彼岸，而是误入了另一个混沌世界。从那个十族家伙来看，这片混沌诞生的第一尊魔神似乎一直还活着。一个祖境的存在，再加上对方掌握着这个混沌世界的本源法则，这让悟空感受到了危机。不过倒是可以从他口中了解一下所谓的星空彼岸。师父，我感觉我体内的血液在沸腾。你们的变化应该是受这里面一具神将尸体的气息感染导致的变异。这种变异虽然让你们比普通人更加强大，但应该会有不小的副作用。那师父，我现在该怎么办？放心吧，既然你已经是我的徒弟，我自然不会不管你。区区一个毛神而已，既然死而不将出来作妖，那俺老孙就将你挫骨扬灰，让你在这个混沌中彻底消失。走吧，
我们进去看看此间的主人。师傅，我感觉这个地方好危险。有意思，有了一种被人盯上的感觉。师傅，你真厉害！走吧，正主在前面等我们呢。混沌与混沌之间是否有着联系？有客自远方来，主人为何避而不见？好一个古怪的猴子！兽族何时出了你这么一个高人？兽族？俺老孙可不是什么兽族，倒是你，还不赶紧现身！否则休怪我毁了这庙，让你无处安身。吾乃万寿神庭座下10万里荒原的山神舒燕。万寿神庭应该便是这片混沌的某个势力了吧？神庭这个称呼还真熟悉啊。舒燕是吧？你就剩个残魂了，就别在这装模作样了。你若是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或许俺老孙能救你一命。救我？你可愿意前往神庭求见我的师尊，让他派下神使来这里救我？我劝你最好息了心中的恶念。我这徒弟虽然不才，但你还没有资格夺舍他。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来历，不过我们兽族修士本应互相帮助。难道你想因为一个人族与一位兽神为敌吗？兽族、人族都是生灵，在我眼中没有任何区别。算了，你们走吧。你倒是有点意思。我说了，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我便可以救你。你若是最后一缕残魂也没了，那俺老孙也没有办法救你。求大神救我！大神，你想知道的，小神都已经如实相告了，还请大神救我。好，我有一法可以温养你的残魂。多谢大神。孙悟空口中念念有词，将一门修复魂魄的功法传授给了舒燕。这门功法是他刚才推演出来，专门修复舒燕的残魂之用。舒燕参悟着脑海中的功法，一位祖境为他量身打造的功法，自然非比寻常。舒燕很快便沉浸在了功法中，返回了神庙废墟，而悟空则带着白石离开了废墟。荒原之境，自坐镇于此的山神舒燕消失之后，这里便成为了混乱之地。没有了神明制约，这里的修士开始肆无忌惮的争斗掠夺。当孙悟空带着白石踏足荒原的时候，看到的便是黄沙下掩埋不住的皑皑白雾。师傅，这些骨头好奇怪啊！混沌世界无奇不有，别说2个脑袋了，便是10个、8个脑袋的也非没有。哦，白石挠了挠头，似懂非懂，心中却在想着2个脑袋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共用一个脑子，还是各用一个脑子？就在白石胡思乱想的时候，孙悟空突然停下了脚步，耳朵微微颤抖，耳中顿时传来了一阵喊杀声。有意思，他们使用的力量论威力，居然不次于我的仙道之力，只是相抵于仙道之力。他们的力量似乎少了一些灵性。这小丫头的实力不俗啊，只是好像有什么顾虑，不然那几个尸妖早就败了。混沌灵宝，灭神锤。一个人族和一个兽族，你们既然看到了我的灭神锤，那你们也没有必要活下来了。看到了吧？日后行走混沌，切记不要瞎凑热闹，以免引火上身。你还我宝物！
原来如此，我虽然无法主动吸收这个世界的能量，但这些被炼化过的能量却可以进入我的身体中。我终于找到了修复道体的方法了。好硬的头。这力量还是太弱了。你是神将？神将？他们不是来抓我的。师傅，那个魔女跟上来了。不用搭理她。大人，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小女子对这边还是比较熟悉的，看你们师徒二人的模样，莫不是要去参加木海盛宴？木海盛宴？木海盛宴是木海神王为他的儿子举办的订婚宴。木海神王是荒原最强大的神王，不过据说他的儿子为人暴力不仁，不是什么好人。好，那我们就去凑个热闹吧。父亲，书燕已经消失这么久了，难道神庭还是不愿意敕封你为荒原之境的山神吗？书燕区区一个神将，也能成为一方山神。我堂堂神王，竟不如他一个神将。那些神庭的上神，真是欺我太甚。赤炎，你最近消停一点，等你娶了那个魔族贵女，我们赤蛇一族也算是有了靠山，再也不怕被那些昏聩的神羞辱了。父亲，我知道了，你放心好了。以孩儿的魅力，拿捏一个小魔女还不轻轻松松。等父亲你有了魔族神级，这荒原说不定便是我们的了。哈哈哈哈！没错，万兽神庭那群有眼无珠的家伙，我要让他们知道，逼走我是他们做出最后悔的决定。白石，你师父在万兽神庭是什么身份啊？看他的气度，怎么也是一个上等神位吧？大人，前面山上那座宫殿就是木海神王的木海宫啊！真壮观啊！切，这算什么？就俺老孙以前的大圣府，都比这破宫殿强上不知道多少倍。反正这大宫殿比我们石路村强多了。大圣府，大圣这个称呼倒是少见。据父亲说，在万兽神庭，开明大帝座下，地位最高的是4大神尊和16神君，神君之下则是365路天神。至于大圣，倒是不曾听说过。一个神王为何没有自己开辟一个大千世界，反倒是修筑了这么一座宫殿？开辟世界？大人说笑了。木海神王虽然有着神王的称呼，但毕竟不得神庭承认，没有神级。5大神庭有禁令，除非得到允许，便是天神也不允许私自开辟世界。禁止开辟世界？不错，据说很久以前，5大神庭还没有这条禁令之前，有天神偷偷培养信徒，盗取晨光魔神的信仰之力，险些酿成大祸。最终5大神庭联手，将大部分天神的世界摧毁。从那以后，能够有资格开辟世界的，便只有5大神庭的上神了。原来如此，看来这晨光魔神的胆子并不大了，居然会害怕大千世界里会诞生威胁到他的存在。这3个家伙是哪里来的？怎么没听说过啊？瞅瞅那魔女，身材是真好啊！要是能够掳回家。那男的看起来像是某个山沟里走出来的土包子，修为也低得可怜。他不会也是来赴宴的宾客吧？我乃木海神王座下2弟子白敖，不知3位道友可有请柬？原来是白敖道兄啊！这位大人乃是神田的大人物，听闻木海神王设宴，特地赶来祝贺。原来是神使大人，白敖见过神使。师尊，不好了，神庭来人了！神庭来人了？难道是神庭中人知道我要投办黑暗圣体？师尊，那我们该怎么办啊？那神庭来使看起来十分古怪，弟子完全看不透他的修为，看起来就好像完全没有修为一样。神庭来使有多少人？带了多少神位？只有3个人。神使看起来应该出身战元一族，他的2个随从，一个是有些奇怪的人族，一个则是魔族女子。白敖，我亲自去迎接使者，你通知其他师兄弟，
让他们四处探查，看附近有没有神位的踪影。若是发现神位的踪影，立刻派人去通知墨尘大人，让他们暂时不要出现。神王，看来应该就是此间主人了。哈哈哈哈！神使大驾光临，穆海有失远迎，还望神使莫怪。你认识我？神使说笑了，在下不过区区野神，如何识得神使？敢问神使来此有何吩咐？俺老孙只是听闻此间有热闹，所以特意来此凑凑热闹，沾沾穆海神王的喜气。原来如此，神使请随我上山，让我儿好好敬你一杯。神使，这是我儿赤炎，炎儿，快来拜见神使。炎儿，退下吧。有意思。墨尘大人，怎么回事？发生了一点意外。意外？墨尘公子放心，些许意外我们很快便能处理，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两家联姻。如此甚好。孙悟空带着白使、莫言在木海宫享受着美酒佳肴，而陪在一旁的木海神王则如坐针毡。神使大人，木海有客人到，我需要亲自去迎接一番。怠慢之处，还请神使莫怪。神王有客人，尽管忙去，我们不需要你亲自招待。多谢神使。莫言偷偷打量着孙悟空，对于这个收了自己混沌灵宝的家伙，莫言心中一直十分好奇，好奇悟空的真实身份。白使则要单纯许多，此时的他正在一个劲儿地品尝着木海宫的美食。调查的怎么样了？可有神庭的神位下界？根据我们收买的神庭守卫所说，3天前有一支1000余人的神卫下界，据说是捉拿魔族，但下界的地方正是荒原。1000余人的神卫，神庭也太看不起我木海了。师尊，他们的目标会不会是墨尘公子？若是墨尘公子出事，只怕墨家不会放过我们。此事难说，或许那个神使便是故意来拖住我的。阿瑶，你立刻去见你大师兄，告诉他多加小心。是，师尊。胡灵，前方似乎有魔气若隐若现。找不到书焰神将，能够抓几个魔族回去，也能交差。师兄，不好了！白敖来到大师兄身边，告知了自己得到的情报，以及自己和师尊的推测。什么？毫无闻言，大惊失色。恰逢此时，三眼师率领的1000神卫也靠了过来。他们发现的魔气，正是墨尘麾下的黑甲魔卫散发的。果然有魔，弟兄们，杀！师兄，我们怎么办？事情已经暴露，我们只能跟随师尊逃离荒原了。杀了那些神卫，一定要保证墨尘大人的安全。啊，我回去告诉师尊。废物！呵呵，想不到这下界居然还有人敢勾结魔族，正好将你们全部铲除，回去神君大人也不会责备我们。哼，谁杀谁还不一定呢。墨尘冷哼一声，手中长枪一震，19品神将的威压散发，紫黑色的魔气喷涌，让三眼师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19品神将境界的高等魔族，看来是来了条大鱼啊！杀！公子，不好了！神卫袭击了墨家的卫士，神庭已经知道我们要投奔魔族了。那个神使应该就是来抓我们的。白敖，你把这瓶子里的东西偷偷放入神使的酒里。神使大人，不知在神庭担任何职啊？齐天大圣。齐天大圣，恕本王孤陋寡闻，不知大圣是何神位，神阶几品？混沌唯一，自俺老孙之后再无大圣，你没听说过也属正常。混沌唯一。神使大人，这酒是我木海宫的珍藏，还请神使品鉴。神使，本王有些私事要处理，请神使稍待。好，神王有事自便，我和徒儿无需神王亲自接待。这酒挺奇特的，
此酒乃是我木海宫特产，外界难求，还请神使品鉴。小孩子喝这个干什么？果然是好酒，好酒啊！真有那么好？这东西女孩子可不能喝。这酒挺不错的，还有多少？全部拿出来吧。你为何将为父练功用的酒让白傲给端上去了？父亲，这神使派出神卫袭击了墨尘，显然我们的事已经暴露了。为今之计，唯有杀了神使，作为我们投奔黑暗圣庭的礼物。否则，一旦墨尘有事，我们别说和墨家联姻了，只怕墨家第一个灭了我们木海宫。什么？墨尘被神卫袭击了？不好！若是墨家以为是我叫来的神卫，我木海宫岂不危矣？父亲放心好了，我在你练功的酒里加上了你上次得到的剧毒化灵散，即便是神王，只要喝下一杯，1个时辰内也没有办法凝聚神力。到时候我们提着神使的脑袋去墨家，想来墨家应该能够明白我们的诚意。罢了，事已至此，也只能如此了。真是好酒啊，可惜里面的毒味道属实一般。神王，这便是你的待客之道吗？我木海修行数十万年，只为求得神迹，成为神明。可万寿神庭却始终无视我，不愿赐我神职。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神明逼我的。结束吧！从今以后，我木海便是黑暗圣庭的木海魔王了。这怎么可能？继续吧，用你最强的力量攻击我！你竟敢如此羞辱于我！覆海蛟王拳，蛟王覆海，就你也配用这个名字？什么？血浪滔天！如果你的攻击只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么这场战斗可以就此结束了。就此结束？不，还不够！木海宫起！想要活着走出我的木海宫，除非你是天神，否则你必死无疑。阵法，只可惜我的混沌神眼无法施展，不然任何阵法都将烟消云散。神使又如何？在我的古妙阵法面前，你注定只能陨落。3000混沌神魔，这居然是3000混沌神魔！不好，他们可感悟不了这些混沌法则。我虽然没有了仙力，可通过刚才参悟的法则，完全有办法强行摄取周围的灵气，施展一些简单的仙术了。破戒拳！怎么可能？说起来倒是要感谢你，把这么珍贵的混沌法则在我面前一一演化。为了报答你，我可以选择满足你一个条件。满足我一个条件，我让你去死。师父显露真身了，快逃！走火入魔，神王境界居然也能走火入魔，难怪这个木海没有办法成为神明。天神不好对付，不过一个神王那就太简单了。你究竟是谁？
好古老的气息，这古庙似乎并非这个混沌纪元的产物。上个混沌纪元的产物，原来如此。我刚才感悟的并非这个混沌纪元的法则，而是上个混沌纪元的法则。只是因为两者之间的法则同源，所以才会如此相似。若是我能领悟两个世界的混沌法则，都修炼到祖境，不知道我的实力会不会超越祖境呢？此事暂且不急。这是一个高等魔族，弟兄们，抓住他，我们都有晋升的机会。白石和莫言相继苏醒，二人这一次虽然损失了不少寿元，但也因祸得福，领悟了一些上个纪元的法则。虽然与新纪元的法则并不完全相同，但对于二人来说也算是受益匪浅。多谢大人相救，这也是属于你的机缘。若非大人，莫言只怕也无福消受这等机缘。日后大人但有需要，莫言绝不推辞。刚好我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助。大人请说。白石，你过来。莫言，俺老孙有一事需要处理，暂时无暇照顾这个弟子，我想托你照顾白石。师傅，你要离开我？好徒儿，为师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无法带上你，你便留在莫言这丫头身边。为师看人很准，这个小丫头是个重情义的人，你跟着她，我也放心。可是师傅，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没有你在，我后面的修炼该怎么办？大人放心，莫言一定会照顾好白兄弟的。好，丫头，白石俺老孙就交给你了。徒儿，你记住，一定要认真修炼，早日修成神仙，免得等俺老孙忙完，你已经成为了一捧黄土。这东西也该物归原主了。多谢大人。原来在这里。另一边，莫言对白石坦白了自己的身份，莫言便是木海宫联姻的魔族贵女。莫家是黑暗圣庭一位天神境界的魔神后裔，只因莫家的天神在一次战斗中消失，不得已，为了维护莫家的荣耀，莫言的父亲才选择让莫言与木海神王联姻。莫言十分不满，便以自己生辰的借口，偷偷逃出了莫家，不想正好与悟空师徒相遇。白石兄弟，我们走吧，我带你回我莫家。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莫家最尊贵的客人。看来俺老孙错了，这个地方并非是上一个混沌纪元的遗址，而是混沌初开始便存在的古庙。这些神像都是一个个拜给晨光魔神的先天混沌魔神，这些魔神被晨光魔神击杀后，本源便被封印在了这个古庙之中。看来这些神像应该都是这片混沌中最初诞生的先天混沌魔神。若是这样的话，如果我将自己的真身留在这里，然后吸收属于这个世界的混沌魔元，是否可以得到这个混沌的承认，感悟属于这个混沌的法则呢？自木海宫覆灭之后，荒原变得更加混乱。就在万寿神庭准备派出新山神的时候，失踪已久的神将舒燕突然现身。舒燕带着山神神庙归来，他不仅修复了残魂，还因祸得福，成功从36品神将突破到了神王境界。舒燕归来，重新统治荒原。荒原各势力面对神庭敕封的舒燕，不敢与之为敌，纷纷归降。荒原重新恢复了秩序。山神大人，木海宫自1000年前被神秘强者摧毁之后，黑暗圣庭坐下黑月神王便一直窥视荒原。若非山神大人归来，只怕荒原早晚落入魔族之手。黑月，若是以前，我可能还会惧他3分，可如今……墨渊神将，此事你怎么看？黑月大人，
书燕即便突破到了1品神王，也不是大人你的对手。大人只需要出手斩杀书燕，我们魔族便可一举吞并荒原。书燕毕竟是万兽神庭在籍的神明，按照圣庭与万兽神庭的约定，神明之间不得擅自攻伐，本神也不好直接出手。墨渊，听闻你收留了荒原木海弟子和儿子，不如你就以他们的名义率领魔族大军攻占荒原，如何？墨渊遵命。墨渊大人，我赤蛇一族在荒原也有一定势力，只要大人一声令下，我和2位师兄愿意充当开路先锋，为魔族攻占荒原。誓言，只要你能助我魔族攻占荒原，我墨渊绝不亏待于你。多谢大人。自从1000年前分开之后，他便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师傅，甚至到如今，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师傅究竟是什么身份，也不知道究竟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师傅。1000年终于融合了这具魔元的本源，这些封印的混沌魔神本源可都是好东西。若是全部吸收，或许可以彻底修复我的道体。该离开了。一个半神竟敢如此狂妄！山神大人，不如让我出手剁了他。魔族派出一个半神魔崽子，你一个神将，即便出手杀了他，丢的也是我们山神庙的面皮。而且一个半神而已，不足为虑。你们的目标是他。师弟，我们什么时候出手？急什么？兽族都没有派出神将，我们自然也不能随便出手。至于那个白石，他活不长了。师弟，不可！那白石可是墨渊神将的义子。莫言这个魔女，放着本公子不要，非青睐一个区半神。哼，本公子要让他知道谁才是他的归宿。好师兄，你放心吧，我已经联系了一个我父亲生前施恩的一个兽族神将，他会替我们除去白石，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不好，有神将出手了。无耻兽族！白石，你没事吧？我没事，多谢了。哼，看我为你出气！该死！好。好阴毒的暗器！莫言。姐，看来你的命该死于我手了。区一个半神，还是乖乖领死吧。师傅，徒儿等不到你了。是什么人？好强的气息！天神吗？不对，不是天神。神王？不对，比神王更恐怖。乖徒弟，好久不见。师傅。
好徒儿，你跟小丫头这是好上了？啊，师傅你在说些什么？哈哈哈哈！我等仙道中人随心随性，无需顾忌太多，喜欢便喜欢了，何必害羞？哪里来的猴子，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吃我一锤！一个五品神将，呵呵，聒噪！天神是前辈。书燕拜见前辈。大人，神庭之间有规定，天神不得干涉凡尘之事。难道大人要违反约定吗？我对你们之间的争斗没有兴趣，我只带走我的徒儿和这个小丫头。多谢师父救命之恩。不错，不错。虽然修炼的速度慢了点，但根基还算扎实。今日为师便传你人仙之法。人仙之法？书院叩请师尊现身。徒儿，何时还我？师尊，下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天神。信仰之力作为不幸的关键，五位大帝永远都只有晨光魔神允诺的那区1成，而晨光魔神则独享9成信仰之力。此事必须禀报大帝，一个不在神级的天神，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舒言，此事为师已经知道了，你想办法弄清楚那个天神的身份。主人，居然有生灵能够打破你制定的规则，成为了天神，难道传言你重伤远落的消息是真的吗？无敌了17个混沌纪元的你，也终于迎来落寞了吗？呵呵，我伟大的父亲，下界居然有人打破了你制定的规则，在没有我们5人的帮助下，成为了天神。师傅，人仙可以匹敌神将，地仙可以匹敌神王，那天仙呢？难道可以匹敌天神吗？没错，修行我仙道者，天仙时便可匹敌天神。可是莫言说过，没有大帝点化，神王永远无法成为天神。那我们仙道可有大帝？大帝点化，这是什么？白石连忙将关于天神的事情告诉了师傅。悟空听完，脸上露出了思索之色。神王没有大帝的点化，便无法引法则入体。有意思，看来这应该是晨光魔神做了什么手脚，让这个世界的生灵没有办法融合法则。书燕求见大人。师傅，书燕来了。让他回去吧。明白。书燕山神，我师父今日不见客。你是白石对吧？我记得你，当初你还是个10多岁的孩童，如今竟也成长为了一个半神，真是可喜可贺。山神客气了，你是荒原之神，说起来我也算是你的子民。当初若非你手下留情，想来我与族人早就成为了山神的祭品。呵呵，都是误会。有了大人赐予的功法，我早就不需要容纳神格的鼎炉了。那些石族人，如今也已经逐渐恢复成正常人了。书燕山神告辞。看来山神比墨家的宝贝还多啊。如果不是我墨家天神失踪了，区一个山神算什么？就算是万寿神庭那些拥有神级的天神，也未必比得了我墨家。是，一个山神而已，哪里比得上墨家？这俩孩子
黑月求见天神大人。白石、莫言，你们俩在这刚好。黑月大人想求见天神，你们俩赶紧去通禀一下吧。叔父，请稍后，我们这就去禀报大人。师傅，我们外面……大人，魔族的黑月神王求见，你看要不要让他进来？魔族，丫头，你跟我好好说说魔族。魔族是混沌中一处名为魔渊中孕育的特殊生命，生下来便拥有着半神的实力，是混沌最大的势力之一。魔族的首领为黑暗圣庭之主暗黑大帝，传言他为晨光魔神的女儿，拥有无上的法力。魔族4大魔尊都对他心悦诚服，在他的带领下，黑暗圣庭一度成为了混沌中排名第1的势力。想要重回魔域，要么墨家有人能够突破到神王境界，要么便是为黑暗圣庭立下大功。丫头，你放心吧，有我徒儿在，你墨家早晚能够重回魔域。师傅，行了，你们去吧，好好修炼。记住，天神永远不是修炼的终点，天神只是起点。只要你们努力，早晚有一天你们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大人，您多保重。五方神庭，5位帝境。若是这个混沌果真只是如此，那这晨光混沌实力比起魔元混沌可要差得太远了。该离开了。等我将毁灭法则推演到先帝境界，我便是这晨光混沌新的大帝了。不过如此。自从最终之战后，俺老孙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舒服了。有意思，这些人修炼的居然都是自然之道。这个世界虽然不强，但这个世界的人族却是强过了魔元混沌中的人族。在这个混沌人族，终于不再单单是为了诸神提供信仰之力，他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力量。无极道地、逍遥游、庄生梦蝶，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庄周明明早就陨落了，怎么可能成为了无极道地？在洪荒世界时，人族先前曾试图逃离洪荒，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洪荒人族想要在混沌生存，不仅需要面对被混沌同化的风险，还需要面临混沌风暴的洗礼。好一个逍遥宗！不管这逍遥宗和洪荒的先贤庄周有没有关系，俺老孙都想去会上一会。了解了关于逍遥宗的来历之后，悟空决定加入逍遥宗，一探究竟。而逍遥宗每隔100年便会招收一批新的弟子，距离下一次新弟子招收只剩下不到50年。50年时间对悟空来说可谓是转眼即逝。不过为了能够顺利加入逍遥宗，孙悟空还是做好了准备。他先是化名孙武，在逍遥宗下面的逍遥镇住了下来。他以打猎、砍柴为生，在逍遥镇逐渐有了名气。有了名气之后，孙武娶了一个妻子，与妻子一同居住在逍遥镇，一直到后来儿子出世，孙武才与妻子双双撒手人寰。50年了，谜底该揭开了。哎，看来这一次逍遥镇有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加入宗门？下一位，孙悟空。
原来如此，不过就是测试对天地之力的亲和力罢了，这可难不倒我。绿色天赋是进入逍遥宗的条件，不过进入逍遥宗后也很难成为核心。想要了解逍遥宗核心的秘密，还需要展露出足够的天赋才行。青色天赋，而且这光芒怎么回事？怎么可能这么强大？这孩子是我逍遥镇出来的，多少年了，我逍遥镇终于又出了个天才，而且还拥有着神王天赋。你叫孙悟空？没错，我叫孙悟空。你是哪里人士？逍遥镇孙府。你可愿拜我为师？我只是想加入逍遥宗，但拜师一事还是免了吧。什么？你可知神王潜力终归只是潜力，想要成为神王，你的路还很长。我知道，不过我相信，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小家伙，自信是好事，但盲目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你若拜了陈毅师兄为师，日后必可位列神官。我有把握在10年内突破到神王境界。如果我做到了，你可能带我去见逍遥天师。小家伙，你若真能10年成为神王，无需我引荐，师尊他老人家都会亲自下界，将你带入道庭，为你求来天神之位。一言为定。那你若是不能在10年内修炼到神王境界，又该如何？任凭处置。就这样，悟空加入了逍遥宗。只是所有长老都接到了通知，那就是不允许任何长老指点悟空修行。5位首座想以此来打消悟空心中的狂乱。难道夫人？5位首座已经暗中商议，等悟空知道自己的错误之后，再好好打压一下，然后由5人共同指点悟空，希望能够不要浪费了这个天才少年的天赋。没有任何人指点悟空修行，也没有任何人阻拦悟空在逍遥宗的走动，而悟空去的最多的地方，便是逍遥宗内的藏身。逍遥天师，无极道第3弟子，上位天神巅峰，是晨光混沌最强大的天神之一，可以进入生灵的梦境，修行道心。孙悟空，你叫我？我乃宗门外世长老，姓万，你可以称我为万长老。哼，好的，万老头。悟空，你我都出自逍遥镇，那可是逍遥天师曾经待过的地方。我天赋低，到了3品神将已是巅峰，可你不一样，你拥有着神王天赋，是注定要成为神王的人。可自你进入宗门以来，一不认真修炼，二不礼敬师长，长此以往，你便是浪费了自己的天赋。神王而已，很难吗？啊！你居然修炼到神将了！你何时开始修炼的？7天前吧，随便练了练。这功法挺有意思的，只不过有几处破绽。修为低的时候倒是无所谓，若是到了天神境界，只怕会成为致命的破绽。切！哼！以梦中正道，这种修行方式，我曾经见识过，虽然的确玄妙，但若是到心不坚，很有可能反被梦境影响。所以我在逍遥诀中增加了一些修炼道心的东西，这样一来，即便是神魂离体进入他人梦境，也不会再遇到危险影响道心了。悟空的话让几位神王脸色大变，不由得想起他们的大师兄逍遥天师的大弟子，曾在得到天神位后神魂离体万年，等神魂归来后却变成了一个疯子。看来
你是对的，我们的确不配当你的师傅。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便继续修炼了。这是我改良后的逍遥诀，你们现在改修，虽然晚了一些，但也能弥补一些道心的破绽。这才是逍遥的本意呀！我逍遥宗何德何能，得此大才啊！四位师弟，你们照顾好悟空，我需要回道庭一趟，将功法递给师尊。也许大师兄可以出关了。师兄放心，有我们在，定不让悟空少了一根毫毛。孙悟空离开了逍遥殿后，再次来到了藏经阁。此时他已经阅读完了藏经阁中9成书籍，仅剩下最后一批用禁术封印了的玉简，而他这一次的目标正是那批玉简。逍遥天师，难道说这个逍遥天师无极道地都不是这个纪元诞生的神灵，而是上个纪元受晨光魔神庇护存活下来的古神？难道是我想错了？逍遥天宫与庄周并没有关系罢了。昔日的故人，如今早已凋零，纵使是俺老孙，也无法从时空长河中让他们复苏。原来是陈一法师，师尊可在宫中？天师已应邀前往瑶琼天宫，不知何时归来。师尊不在罢了，我自是瑶琼天宫玄塔。逍遥道友，万寿神庭传来消息，兽族新出现了一尊天神，形似猿猴，不知此事你怎么看？不过就是传言罢了。万寿神庭已经几万年没有天神陨落了，怎么可能会有新的天神出现？可这个传言在魔域也多有流传，而且据说魔域和万寿神庭都曾派出天神下界，为的就是拉拢那位天神。若族神真的陨落，对人族来说是祸非福啊！以人族如今的实力，一旦开启神庭之战，只怕很难与神魔抗衡。天师大人，宫外有一人，自称陈一，求见2位天师。陈一，你安排坐镇逍遥宗的那个徒弟，正是我那徒儿。若非天神之位已经有主，我那徒儿早晚也能得一天神之位。我倒是想看看你那徒儿有没有你说的那么优秀。去，把陈一神王请进来吧。陈一拜见师尊，拜见瑶琼天师。陈一，你不在下界培养弟子，怎么突然回到庭来了？师尊，瑶琼道友乃是为师好友，你无需顾虑，有何话尽管开口。请师尊过目。这不是逍遥诀吗？有什么不对？逍遥道友，你怎么了？瑶琼道友不用担心，我没事，我没事。看来该离开了。根据记载，晨光混沌是晨光魔神开辟的世界，晨光魔神被称之为光明与黑暗之神，创世神、祖神是晨光混沌最伟大的存在。晨光魔神以信仰之力为食，他的实力或许在俺老孙之上。不过，这种靠信仰之力为食的祖境虽然强大，但他们必然也会因为信仰之力而遭到反噬，沦为祭祀神。孙悟空，你要去往何处？俺老孙已经知道了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所以想离开这里，去更远的地方看看。悟空，你修为尚浅，想要出去历练，我可以安排人保护你。什么？神王？这才3天，你居然从神将直接突破到了神王？现在我可以离开了吗？不行，你虽然将修为突破到了神王境界，但你不会神通，没有经历过战斗的洗礼。若是遇到敌人，只怕空有修为而不会使用。那你们要怎样才能让我离开？打败我。好。
我走了，记住，修行的根本在于自身。信仰之力虽好，但充满了世间万灵的杂念，过多吸收于自身无益。真难有你。看来，除非恢复祖境修为，否则根本无法打开混沌与混沌之间的通道。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佛庭大比丘佛见过道友。佛，真是熟悉而又陌生的称呼啊！阿弥陀佛，道友也知我佛，算是吧。既然道友知道我佛，那不知可有兴趣入我佛庭，成为我佛护法天神？没兴趣。道友无需急着拒绝，加入我佛庭，可享无尽功德，受亿万生灵膜拜，不死不灭。纵使混沌涅槃，也可安然度过。你知道混沌涅槃？看来道友也知道混沌涅槃。如此，道友可愿加入我佛庭？只要道友愿意入我佛庭，待到混沌涅槃之时，我佛自有办法，带着道友渡过涅槃，开创新的纪元。你知道混沌涅槃，你们有办法度过混沌涅槃，那么也就是说，你们并非这个纪元的生灵。呵呵，佛庭的道友，这位道友乃我兽族生灵，纵使要入神级，也是入我万兽神庭。狂狮神君，这位道友，我兽族素来团结，不似人族那般勾心斗角，不如道友入我狂狮府，当个执法天神如何？哈哈哈哈！久闻万兽神庭的狂狮神君巧舌如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悟空，你是我逍遥宗弟子，自然应该入我道庭。什么？逍遥宗的弟子？你是逍遥天师？悟空，你可愿入我逍遥天宫？且慢，悟空道友，你是兽族，而道庭以人族天神为主，你若入了道庭，只怕难免遭受排挤，莫不如入我万兽神庭，大家同为兽族，自然相互帮助。入我道庭，道地收你为亲传弟子。阿弥陀佛，悟空道友，你与我佛有缘，只要你愿意入我佛庭，佛帝将亲自收你为徒。开明大帝也愿意收他为徒。你们是不是应该听听我的意见？悟空道友哪里走？贼兔啊，露出本性了吧？师尊小心！你们先回去。逍遥道友哪里去？放肆！阿弥陀佛，神君，你的对手是比丘秃驴，逍遥已经要把那猴子带回道庭了。该死！幻术，居然中了一个下位天神的幻术。还好，至少没人看见。逍遥道友，你这是何故？穷奇，哪里来的猴子？莫要挡路！卑贱的兽族，给本少滚开！叔叔，救我！谁敢欺负我穷奇家的人？哼！好你个卑贱的兽族，居然欺负到我穷奇家身上来了！现在你立马跪下认错，
我穷奇昊天还能饶你一命？你说你叫穷奇？没错，我乃穷奇城的城主，12品神将穷奇昊天。穷奇城，穷奇天神。告诉我，这旗帜上的图案是怎么来的？哼，你是什么东西？也配问我问题？现在你立刻跪下磕头，让我侄儿抽你几鞭子消消气。现在可以回答俺老孙的问题了吧？孙悟空冷冷地看向二人，二人这才明白遇到他们招惹不起的存在了，连忙求饶。而悟空也知晓了穷奇家族的来历。穷奇一族是正统的人族出身，之所以以穷奇为姓，是因为穷奇一族的先祖曾在混沌中发现一座残碎的古老遗迹，遗迹中供奉着的便是一尊名为穷奇的魔神。那个遗迹在什么地方？那个遗迹自然只有我们先祖如今佛庭的佛陀穷奇天神才知道，我们这些后辈哪里会知道这个啊？既然如此，看来俺老孙只能去见一见这个穷奇天神了。从今日起，你们不得再以穷奇为姓，否则休怪俺老孙不客气。叔叔，这猴子竟敢欺负到我们穷奇家，我们一定要报仇！好侄儿，你放心好了，我们穷奇家可不是好惹的，我这便上香通知先祖。孙悟空随便找了个荒山停了下来，他盘腿而坐，等待着穷奇天神的降临。他相信以穷奇家族的霸道，穷奇天神很快便会下界，到时候就可以从他口中知道关于穷奇魔神的消息了。没有让悟空久等，穷奇城上突然变上散发着金光的天神下界，整个穷奇城顿时被毁灭。你胆子不小，看样子你是在等我。没错，我在等你。哈哈，有意思。你胆子不小，只是让本尊疑惑的是，你的自信源于何处？难道你以为你一个下位天神便可以在下界无法无天了吗？下位天神的确不能无法无天，而我从来就不是天神。不是天神。混沌灵宝，死亡难得。哼，就凭你也配叫穷奇？该死的猴子！我要吃了你！去死吧，死亡之舞！毁灭之门，下！为什么？你的下位毁灭法则居然能够打败我中位杀戮法则？中位法则，下位法则，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可以打破规则？你的神位究竟是什么？为何能够打败我的中位杀戮法则？因为你的法则并不是自己参悟而来，而是通过一种奇特的手段强行灌输的。你们这些所谓的天神根本就是一群伪神，你们根本就不配称为天神。哼，伪神，胡说八道！你休想乱我真心！杀戮之影，毁灭之瞳，开！哈哈，我就知道中位法则一定强于下位法则，这是混沌的规则，谁也无法打破。哼，看来俺老孙是时候找一件称手的兵器了。不过，即便没有兵器，打败你哈哈，有法则之力所化的兵器，如何是我死亡战歌的对手？哈哈，死亡之舞，破天一棒。
这具分身终究还是太弱了。分身。想走，留下来吧。想走，留下来吧。道友，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吗？道友饶命！我乃佛庭正神，你若杀了我，便是与佛庭为敌。穷奇魔神的遗迹在什么地方？穷奇魔神的遗迹就在西极山底。西极山在什么地方？西极山在佛庭的最西方，道友可以通过传送阵从玉灵城到西海城。穷奇天神老老实实的将西极山的路标告诉了孙悟空。孙悟空听完，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想要抵达西极山，还需要通过佛庭的各个传送阵。看来我暂时不能放你回去了。听道友的便是。穷奇，你和这个玉灵佛地位谁高谁低？我乃佛庭护法天神，属于佛庭核心正神。玉灵佛虽然是佛庭4尊中的西极佛尊的弟子，但论地位还比不上我。原来如此，走吧，去传送阵吧。见过天神。玉灵佛坐下弟子普至，见过天神。不知天神到此可有公干？本神要干什么？还要向你汇报不成？还不快把传送阵打开！本神要去西陵山城。请2位天神站在阵法中间，由小神启动阵法。道友，请。我们一起上去。好。难道是我想多了？妖孽还不皈依？哼，看来安老孙倒是小觑了你们。不过就凭你们2个，就想擒下安老孙吗？好个狂妄孽畜！穷奇天神，你且在旁观战，待贫僧镇压此僚。玉灵佛，莫要大意。这猴子虽是下位天神，但他的法则十分古怪，我的中位杀戮法则完全无法压制他的法则。区下位天神而已，哼！好胆！3头魔龙神出！有意思，天神的肉身，但却没有法则之力。不过论肉身，俺老孙怕过谁来？如意金箍棒，来吧！玉灵佛，光靠3头魔龙恐怕行不下这孽障，我们不如一同出手，以免发生意外。甚善！来得好！毁灭之门。该死的孽畜，安敢羞辱于我！杀了他！僧吟佛唱，玉灵大守夜。死了，死了吧！你居然没死！中位天神，这不可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们认为不可能，是因为你们无知。杀了！毁灭之眼。如此看来，这晨光混沌的天神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个天神陨落之后，只要神位还在，很快就能培养出新的天神。穷奇与玉灵圆寂了，我佛玉灵因何圆寂？杀他之人名为孙悟空，
此人身份不明，形似猿猴，却又略有不同，身负毁灭法则，疑似魔族。传佛地狱旨，凡擒下孙悟空者，可赐玉灵佛与穷奇天神之神位，诸佛皆可出手。一定要在诸佛之前擒拿妖猴或袭击佛的神位，绝不能落入其余诸佛之手。遵佛旨。佛陀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开了佛域，进入了传送阵。开启西陵城的坐标。大胆妖猴，胆敢擅杀天神佛陀！走。普智拜见诸位佛陀。那杀害穷奇与玉灵佛的妖孽何在？他逃了，去往了西陵神城。不好，大家快追！一定要抓住这妖孽，将他挫骨扬灰。这个西陵佛长得肥头大耳，倒是和那弥勒佛有些相似。兽族，开启传送阵，我要去西浦神城。关闭所有传送阵法，关闭神城四处正门，城中所有生灵不得离开神城。这位道友，敢问道友，为何突然封闭传送阵？不知，不过道友可以安心在西陵城住下，等传送阵开启时，再通过传送阵离开。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一方神庭，看来只能先隐藏起来了。西陵神城虽然只是一座神城，但论大小却堪比半个大千世界，里面山川河流一应俱全，居住的生灵也以亿万计。孙悟空相信，只要自己不暴露气息，佛庭想要找到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来只能暂缓前往西极山了。诸位师兄弟，你们确定那杀害穷奇天神与玉灵佛的兽族天神当真来了我西陵城？错不了，他乘坐了玉灵城传送阵，我们根据传送阵的气息追踪于此，除非他坐着传送阵离开了，否则他此时一定就在神城之中。今日传送阵不曾有人传送，如果那妖孽真的来到了西陵城，那么他现在一定还在西陵城中。诸位师兄弟，再过30年便是西陵佛会了，届时道庭、万寿神庭都会有道友前来赴会。若我们不能在30年内找出那个妖孽，到时候我也不得不开启传送阵法了。西陵佛会事关重大，不能耽搁。不过那妖猴也不能不除。师兄，依你之见，该当如何？既然是天神，必定对西陵遗迹感兴趣。30年后，等到万寿神庭和无极道庭的天神抵达之后，我们留下4位天神坐镇四方，其余天神全部埋伏于西陵遗迹，并且不关闭入口。师兄，你是想？遗迹的确是秘密，所以这一次我们必须保证将那妖孽镇压，并且不被道庭与万寿神庭察觉。钓鱼郎，今日可有收获？嘘，不要吵跑了我的鱼。你这钓鱼郎用直钩钓鱼，放眼整个西陵，怕也是独一份了。你懂什么？正所谓愿者上钩，钓鱼钓的就是个你情我愿。若是有鱼愿意被我钓，纵使是直钩，他们也会上钩。切，你个怪人！要是你真能钓到鱼，我就举荐你去神城护卫营。以你半神巅峰的实力，当个巡城僧兵还是可以的。鱼儿啊鱼儿，我钓了1年，你们也吃了我1年的毁灭之力。唉，若是还不愿意上钩，便证明我们之间的缘分到此为止了。该走了。你倒是机灵，
罢了，既然你上了我的钩，我便赐你一份机缘。走了，希望这道毁灭本源能够让你这小家伙走出自己的道。30年时间转瞬即逝，孙悟空将自己伪装成半神，以渔夫、书生、牧人、僧侣，用各种身份游走于西陵神城的各个角落。麻烦了。孙悟空回到自己的住宅，这是一座不算宽敞的院子，但胜在清静。1年前，悟空便花了1枚混沌神晶买下了这个院子。这院子方圆数千里，全都居住着一些普通人。当然，西陵城中的普通人最低也是半神境界，至于强大的，则拥有神将的实力。至于神王，则居住在西陵城中中心，外围倒是没有神王存在，也很少有神王会出现在外城。逍遥道友，想不到这一次的西陵佛会居然惊动了道友。道友不用紧张，贫道只是恰巧路过，正好和明空天神等人碰上了而已。不应该啊！俺老孙不过就是杀死了2个天神，犯不着来这么多天神来抓我吧？看来若是情况不对，也只能散去毁灭本源，放弃这具化身了。明空道友，狂狮道友，这一次遗迹之行，我们还是依照以往的契约，以1000年为期，1000年期满，立刻退出遗迹。清源道友，这一次佛庭是你带队。善哉善哉，正是贫僧。几位道友，这一次遗迹之行，希望诸位抛却私心，通力合作，早日找出遗迹真正的秘密。如此甚好。这么多年以来，神族和魔族应该也已经发觉些什么了。若是再不赶紧找出遗迹真正的秘密，早晚有一天，神族和魔族也会掺上一手，到时候什么好处都被他们拿去了。万寿神庭、无极道庭、佛庭3方势力的天神都到了，若单纯只是为了追杀俺老孙，似乎有些牵强。西陵2字究竟是因为西陵佛，还是另有来历呢？神子、人族和兽族已经探寻了7次西陵遗迹，根据大祭司推算，这一次已经到了遗迹真正开启的时间。这2个卑贱的种族，等我神族拥有第2位大帝之时，便是这2族灭亡之日。神子、人族和兽族虽然卑劣，但他们毕竟拥有3位帝境，纵使无法与神帝相比，但也不可小觑。神子还是莫要大意。西雅，你真觉得人族和兽族能够与我们神族媲美？西雅知错。人族、兽族，包括魔族，总有一天，他们都将臣服于我神族的脚下。进去吧，我们进去吧。这种感觉是谁在呼唤我？不可能！这个混沌的祖境只有晨光魔神，如果是他在发现我的同时，只怕会直接出手将我抹杀。可除了他，这个混沌难不成还有别的祖境？看来这西陵城的秘密，俺老孙是非探不可了。哪怕是舍弃这具化身，也在所不惜。难道是佛庭4级尊者的那位也到了？呼唤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这是魔元混沌的铭文。不对，这些铭文虽然与魔元混沌很像，但这些文字的组成有问题。似乎，难道说晨光混沌与魔元混沌曾有过联系不成？
俺老孙之所以来到晨光混沌，或许并不是意外。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神道的诅咒，看来晨光混沌修行的神道与永恒神国修行的神道应该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甚至于他们的起源都是同一个地方。或许这里面有我想知道的答案。你这妖豪果然来了。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我佛慈悲，只要你束手就擒，我们便告诉你此地的名字如何？你们似乎并不清楚此地的秘密，否则的话，你们也不敢进来了。诸位一同出手。2个中位天神，10个下位天神，的确有点麻烦，仅仅只是有点麻烦而已。这猴子好强，他逃入了遗迹。有清源上佛在，这猴子逃不了，我们就在这守着，一定不能让他逃出去。第7混沌，如果说这个第7只是排名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还有第6、第5、第4、第1混沌？那晨光混沌又是第几混沌呢？看来修行果然没有尽头，祖境绝不是最强大的存在。第7混沌，他们出现在晨光混沌，意味着晨光混沌有一条和第7混沌相通的通道。难道说是晨光魔神与这个第7混沌发生了战争？2个混沌之间爆发的战争，导致一位大帝陨落。诸位，通过这遗迹残留的壁画、文字，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以前的天神是没有神位限制的，他们甚至能够组成数量庞大的军队。所以，这座宫殿里很有可能隐藏着不用神位成为天神的秘密。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个秘密，人族与兽族将彻底超越神魔二族，成为混沌的主宰。这一次的发现一旦泄露出去，必然引起滔天大波，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一举弄清楚遗迹所有的秘密。你们人族最是言而无信，你们若是敢独吞遗迹的秘密，我万寿神庭便将这个消息透露给神魔二族。大狮子，你的胆子怎么越来越小了？我们人族与你兽族之间的盟约，可是我们双方大帝亲自定下的。我道庭光明磊落，怎会做出那等背信弃义之举？你说是吧，清源道友？明空道友所言甚是，我佛慈悲，自当普度众生万灵，脱离神魔的统治。兽族与我佛庭乃是盟友，自当生死不弃。希望二位莫要失信。诸位，开始吧。第7混沌，不朽物质。难道说壁画上的信息倒是很简单，无外乎是这个混沌的天神与第7混沌的天神交战。这第7混沌的天神看起来倒是和晨光混沌没有什么差别。这是这被抹去的，居然是仙道之门。第7混沌和仙道之门有关。难道说仙道之门来源于第7混沌？那神道之门、灵道之门呢？他们又起源于何处？又是谁将他们封印在了魔元混沌？若是先来自第7混沌，那岂不是说先曾经试图攻占晨光混沌，但却失败了？仙道之门也因此被封印到了魔元混沌。一个连这点胆量都没有的祖境，真的能有封印仙道之门的实力？不，这些天神形成了怨灵，这怎么可能？
天神怎么可能变成怨灵？快撤退！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诅咒，果然是诅咒。这些天神应该都是晨光混沌的本土天神，他们遭到了神道的诅咒，所以才变成了现在这般模样。不对，若是第七混沌出自仙道，那些神道诅咒铭文又是什么人留下的呢？这些怨灵天神的实力似乎并不强，这么多。木之法则，枯木逢春。罢了。是他！想不到你们万寿神庭还有这般厉害的天神。他想进入宫殿，阻止他！滚开！这9头狮子难道是没可能死在天神被清源暗算吗？看来这狮子眼神不太好。不过清源这种东西偷袭自己人，我也得扶着他点。这一次遗迹探索已经损失了4名中位天神和10名下位天神，若是就此退出遗迹，只怕都无法回去交差，必须进入宫殿。毁灭之门。木之法则，神术参天。清源，你过了，别忘了我们是盟友。毁灭飞动。爆！好宝贝！住手！这大鼎下镇压着诅咒之源，一旦移动大鼎，所有被诅咒的天神都将复苏。到时候别说你们3个上位天神了，只怕整个西陵城都将被怨灵撕碎。什么？你怎么知道这尊大鼎镇压着什么诅咒？这里镇压着所有的怨灵天神。我们刚才遇到的只是一些下位怨灵天神，而这大鼎里镇压着的则是中位乃至上位怨灵天神。一旦将他们释放出来，别说整个西陵城了，甚至整个混沌都将遭受大劫。休要危言耸听，区区几个怨灵天神，即便跑了出来，也自有大帝出手镇压。罢了，这位道友既然说大鼎不能动，那我们就去看看别的东西吧。希望这里面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此甚好。这里有文字，这些文字你们认识吗？皇室道友，莫非你认识这些文字？道友莫非想要藏私？俺老师可不是要藏私，而是这些文字，我曾在大帝的寝宫看到过，但这些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也就是说，开明大帝认识这些文字。今第7混沌入侵，故有皆允，吾自知不敌，以地血刻下琉璃之咒，与敌同销。你认识这些文字？孙悟空没有说话，此时他的心中不由有些怀疑：晨光混沌与魔元混沌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亦或者说，混沌与混沌之间文字本就相通？铭文一样，如今连文字都一模一样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这东西还是给贫僧保管吧。喂，那猴子，
你说这大鼎镇压着怨灵，是真是假？如果你想死的话，就去碰它。两位道友，你们也相信这猴子的话吗？这大鼎的确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依我看，我们还是不要碰它为好。清源，你怎么看？清源上佛走到大鼎前，仔细观看着上面的铭文，似乎想要将这些铭文记下。看到清源上佛的举动，明空神君和狂狮神君眼睛一亮，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看着这一幕，悟空脸上露出一丝冷笑。仙道铭文本就晦涩难懂，这大鼎上的铭文还是12个十分高阶的仙道铭文，就凭3个上位天神，根本不可能记得下这些铭文。悟空没有理会他们，而是走到了大殿上的宝座前。面前这宝座乃是混沌中十分少见的灵玉，混沌琼紫玉打造而成的。孙悟空将手搭在宝座上，这幅画明的紫色吊坠挂在了腰间。这猴子也是个没见识的主。记不住，根本就记不住。这些古怪的铭文与我们平日里接触的铭文完全不一样。仙道来自第7混沌，也就是说，第7混沌都是修仙者，只是不知他们所修之仙与俺老孙的仙是否相同。此时，孙悟空脑海中正在思索着在遗迹中获取的信息。第7混沌的出现，让他对仙道之门的起源有了一丝推断，但具体如何，他还无法确定。不好，赶紧离开！毁灭之门，物之法则，万物庄。雷神降临。危险！地境残念而已，也敢放肆！神族杀！神子，玄幽地灵的封印被解开了，看样子金黄仙鼎的确到了出世的时候了。据记载，金黄鼎乃是金黄仙帝留下镇压玄幽大帝残魂的宝物。我们想要拿走金黄鼎，还需要彻底抹杀玄幽大帝残魂。神族战舰，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这战舰还是准 B 级的战舰，不好，他们要摧毁西陵神城。这些疯子，难道他们想要向人族开战吗？这是什么？上位天神巅峰，道庭的逍遥子。你是神族的太阳神子浩熙，你们神族难道想要挑起人神之战吗？一座西陵城而已，大日佛帝不至于与神族开战。逍遥子，你应该明白人族的地位。逍遥子，你走吧，我不杀你。罢了，罢了。父神说过，人族有2个半聪明人，一个是无极道帝，一个是大日佛帝。至于那半个，便是这逍遥子，他知道与神族为敌的后果。逍遥天师一个转身，一剑斩碎了西陵神城上空的禁制，随后扬长而去。他终究没敢对神族出手，唯一能做的就是破开了西陵神城的禁制，给城中生灵留下了逃生的通道。一道地境残魂罢了，也敢在俺老孙面前造次，给我破！看来只能如此了。
你们的纪元已经结束了。顶来。大帝留下的诅咒的确强大，不过他对神道铭文的理解毕竟不全，想要破解诅咒似乎也不算太难。不要！西灵府、朱府，你们在哪？不，我不甘心。你是什么人？孙悟空。孙悟空，看来我们终究是败了。你们和第7混沌的战争并没有分出胜负，至少现在这个混沌还是由神道掌控。好啊，我们没有败，神道永昌，诸神不朽。小友，我名玄幽。放肆，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诸位，请助我最后一次，守护这片天地的生灵。愿随大帝庇佑苍生。全天一念。该死，地魂为何会提前脱困？是谁取走了金黄鼎？开启最强攻击。全天一念，发射。为什么会这样？一位大帝如此落幕，诚然可惜，可敬可叹。神子，战舰的能量已经耗尽。回圣庭。我们来晚了。不晚，一点都不晚。的确不晚，打肯定是能打赢的，但佛庭真敢毁了神族战舰吗？罢了，如今佛庭空出如此多神位，就从这西陵城中挑出一位神王，继承西陵佛神位，也算是对西陵神城的补偿吧。只是不知是何人打退了神族，难道是逍遥子？逍遥子的实力越来越恐怖了。清源上佛将在遗迹中发生的事情告知了佛庭。听说遗迹内有大地传承、混沌至宝，佛庭天神全都露出了激动之色。明空神君和狂狮神君察觉到了不对劲，想要离去时却被拦下，要求去佛庭做客。两人无奈苦笑。混沌至宝只能是我们佛庭的。看来只能继续隐藏了，只是这一次怕是没有上一次那么容易了。三位师兄，我们如何找出仙鼎？西陵城的生灵佛性深重，乃我佛最好的信徒，我等将为他们洗尽铅华，助他们往生极乐。师弟，此事之后，吾等将上禀我佛，为你再添一城生灵，不过100年便可恢复，你也无需介怀。罢了，就将他们超度入我佛国，成为我的护法罗汉吧。是。普度众生。找到了，拿下！毁灭之门。金黄仙鼎，混沌至宝。
4个上位天神巅峰而已。若非俺老孙真身不在，就凭你们一起龙祭。佛国净土。孙悟空闭上了眼睛，准备燃烧毁灭本源，拉着诸佛同归于尽之时，一辆锈迹斑斑的黑色战车撞破虚空，出现在悟空身前。孙悟空看着战车，脑海中浮现了一个画面，画面中一只混沌魔猿驾驭着战车，挥舞燃烧，正在疯狂厮杀。混沌至宝毁灭战车，这是什么？又一件混沌至宝！战斗吧！孙悟空跳上战车，毁灭的气息弥漫。这一刻，他仿佛重新找到了昔日征战混沌的感觉。借助毁灭战车的加持，悟空很快炼化了金黄仙顶。现在该俺老孙出手了。好。究竟是什么怪物？西极佛尊满脸不甘，他用自己用灵宝因果环记住，想要找出悟空身上的因果。这是一声恐怖的眼眸。西极佛尊身体一僵，随后整个身体连同神魂一同化为灰烬。居然是因果法则，想要通过因果算计俺老孙，哈哈哈哈！可笑，纵使是这个混沌最强大的存在，也无法靠因果战胜俺老孙。奇迹陨落了。大日佛帝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一名上位天神巅峰陨落，对佛庭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然而下一秒，大日佛帝彻底动容了，只见一串神位如流星飞向佛庭大殿。放肆！当最后一名佛庭天神倒下，孙悟空收起了金黄仙顶，看着因为战斗而变得满目疮痍的西陵神城，不由悠悠一叹。这座神城终究还是没能保存下来。就在孙悟空感慨之际，心中突然涌出一股强大的危机感。抬头望去，只见一张巨大的脸庞出现在虚空，一双眼睛就好像燃烧的太阳一般，闪烁着光。地境，你回来了。你就是大日佛帝。封印了你5个纪元，你终究还是回来了。不过回来了又如何？当年你败给了我，现在你一样不是我的对手。你不是大日佛帝，你是晨光魔神。毁灭战车，走！这里是西陵城，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是谁毁了西陵城？总有一天，俺老朱也能成为魔族战士，跟随着那些大人们一起征战四方。是哪个矿洞塌了？是荒古神铁矿。荒古神铁矿塌了，这可是出大事了。你们立刻去帮忙清理荒古神铁矿，1年内一定要恢复矿产。好家伙，这矿山怕是废了，这得是多硬的东西啊，能够砸出这么大动静。你们谁也不得靠近这个洞口，这洞口里散发着一种诡异的能量，一旦靠近，以你们的实力必死无疑。派人去通知天神大人，你们几个随我下去看看情况。